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估计，说超过2500万美国成年人受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影响，而实际没有被诊断的人群可能会更多。另外呢，美国心脏协会也指出说，睡眠呼吸暂停不仅会导致白天嗜睡、注意力下降，更会显著地增加高血压、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风险。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涂婉博士，带大家深入了解这类疾病的成因、危害以及科学的应对之道。涂婉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家庭医生，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曾在美国西奈山附属医院和蒙特菲尔附属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现任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拥有多年门诊临床经验。涂医生您好。你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受到开帕的邀请，能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的节目从打呼噜说起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小时候好像我们不打呼噜，但是我们听见家长打呼噜，好像年纪越大的人打呼噜更常见，呼噜声更重。但是等我们长大了之后，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的时候，发现小家伙也打呼噜，特别是他们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是白天玩累的时候。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呼噜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咱们自己经常是不知道在打呼噜的。好，其实呢，这个打呼噜是由于气流通过上呼吸道时候，尤其上呼吸道狭窄区域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声音。当气流通过这个区域时候，这个软组织呢，它就会产生一个震动，就会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上呼吸道呢，肌肉是放松的，舌后部呢是向后有点塌陷的，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气道的狭窄，这样气流通过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呼噜声了。如果上呼吸道狭窄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气流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情况如果超过10秒的话，我们就称之为那个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那如果呢这种情况反复的发生，经常发生，病人呢又会伴有夜间的觉醒憋气，白天又比较困倦劳累，这样的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是我们所说的 OSA。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打呼噜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就是由于气道通过上呼吸道狭窄区域产生的。那同时呢，打呼噜也可能是这个 OSA 的一个早期的临床表现。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从打呼噜到 OSA 是一个从轻微到严重的一个连续的过程。那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呼吸道气道狭窄的那个位置，是咱们平常就是看什么动画片、恐怖片里边那个小舌头那个位置吗？就是的确是嘴张特别大的时候那个地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声带、软腭和悬雍垂这个3个部位结合的这个地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扁桃体具体是什么位置，也处于那附近是吗？那扁桃体呢是在喉部的左右两边。对，那一般来说扁桃体是不会引起这个气道狭窄，但是如果有扁桃体肥大的人他可能就会堵塞了这个部位，可能就会引起这个相关的症状。这也就是很多孩子或者大人平常他不打呼噜，感冒之后打呼噜也是。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说狭窄的这部分不一定是哪一个部位，可能都有可能参与这个呼噜声的形成。对，但是基本上是这个舌后区的这个软组织部位。明白。关于这个打呼噜，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从小听，然后有的甚至说，打呼噜说明睡得香但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科学来讲，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睡眠情况下的这个呼吸阻塞，就是所谓的这个打呼噜，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会出现吗？
当然不是了。那当然了，如果是年龄大的人可能会容易，因为他们的肌肉会更加放松，但是这个和年龄呢也不完全存在着相关关系，那可能和其他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关系。对。换句话说，人家要是不打呼噜的人，可能一辈子不打呼噜。这个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对，因为它和这个年龄啊，还有和这个结构啊、生活习惯啊，这些都会有关系。明白。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美国 CDC 和美国的国家睡眠基金会，它有一个估计，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法定量的去调查，不像那个病毒的检测，它估计呢说超过2500万美国人受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影响，而实际上没有被诊断出来的人群可能会更多。我不知道就是在您从业经历过程中，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人种方面的差异呢？是有的，因为我们普遍认为亚裔人群呢，我们的体型比较偏瘦的，所以那个相较于欧美人群来说呢，我们大家会认为说亚裔华人呢，我们产生 OSA 的这个几率呢会比较低的。其实呢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呢在这个美国的华人社区因为亚裔的人群他们有一点语言上的不足，还有一个健康意识的不足，另外因为他们比较瘦弱，他们就不觉得自己会有这个 OSA， 所以呢有些人即使有 OSA 的症状，他们也是不会跟医生提及的。所以呢，我们就说这种人群来说，没有被诊断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轻到中度的患者他们不会觉得他们的症状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们不会跟医生说这样。他不来求医，就不知道有多少的人群有这方面的问题。没错。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呼吸系统方面。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人的这个生理系统其实是有很多自动反应机制的比如说睡着的情况下，他如果呼吸受阻很严重，那么在这种求生系统的预警的情况下，会把我们迅速叫醒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打呼噜特别重的时候，有时候一下会憋醒那在这种机制的保护下，我们先说极端的情况，有人会因为睡眠过程中呼吸受阻而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发生吗？这种情况是会有的。因为呢，对，因为有 OSA 的病人呢，他的夜间血氧的是会下降的。我们正常人的血氧一般是就95%以上，那这个有 OSA 的病人，他可能会血氧降到非常低，比如说夜间可能达到低于60%的情况。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产生的话，这种低氧呢就会导致一个心律失常、心梗，然后急性的中风这样。那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有些病人会产生一个夜间的猝死。这么严重对，这个发生和发现率高吗？这个当然是不高的，因为一般病人到这种程度来说，他基本上会知道他自己会有这方面的疾病了。但是有些人他不及时的治疗，或者在治疗中不遵医嘱他们可能会在夜间的时候不听从医嘱用药或者用一定的设备，所以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明白。换句话说，这种极端情况不会突然出现，它是有一个长期的就是相关的病史的。对的，如果说这个病人有长期的 OSA， 并且他没有治疗越来越严重，那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明白。另外呢，我们说呼吸过程中受到阻碍，像您说到一样，吸入氧气的这个难度会增加，然后血氧会降低。那如果反复的缺氧，会给肺部和呼吸功能带来什么样的长期的伤害？因为我们想，如果说缺氧的话，可能每天也就是1/3睡觉的那8个小时，平常情况下也就是肺是能正常工作的。那由于睡眠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呼吸不畅，会对肺和呼吸系统造成这种器质性伤害吗？对，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叫睡眠性的呼吸暂停，其实它这种呼吸暂停并不是说它只是对睡眠期间的肺产生影响，因为长期的缺氧可以使这个肺血管收缩，那如果长期进展起来的话，它会产生一个肺动脉高压，这样会导致那个增加右心负担，然后病人会有这个呼吸不畅的感觉，即使是在白天。那由于这个病程比较严重了，所以已经对肺部形成了这个损伤，所以白天病人也会感觉到呼吸不畅。那另外呢，如果长期的缺氧有一种那个应激和炎症的反应，这个肺的整体功能是会下降的，然后肺的通气换气效率都会变差，那导致身体这个缺氧。另外呢，由于晚上夜间患者有时呼吸有时不呼吸这样使我们这个中枢对呼吸的调节有一个紊乱，所以有些病人呢不光有这个阻塞性的呼吸暂停，还有一个中枢性的呼吸暂停，两种加在一块儿，那更加加重
重这个身体缺氧的情况。那还有就是有些病人他会有一些慢性的肺病，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啊，像我们说的肺气肿啊、支气管炎啊这些，还有一些病人有哮喘。那如果这些病人同时患有这个 OSA 的话，他们都会加重他们这些原有的这个肺部疾病的表现。还有就是刚才您谈到高血压这个问题，还想请您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普通人看起来无非就是打呼噜重一点，您刚才谈到睡眠呼吸暂停，其中一个不良影响是会导致高血压，这个是怎样一种原理呢？是因为我们的系统检测到血液携带氧的能力下降，会推着整个系统用更高的血压带来更多的氧气造成的吗？是一种适应是吗？其实也不能完全这样说了。其实呢，那个睡眠呼吸暂停造成血压高是有几种机制的，比如说它反复的缺氧会激活这个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交感神经其实是控制血压的，如果交感神经激活了，那人的血压本身就会升高的。那如果你经常激活了，那当然这个病人就会有高血压。那另外呢，这个身体还有一个机制叫做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那如果缺氧的话，会造成这个肾产生这个肾素，然后激活这个血管紧张素系统，那使血管收缩，这样也会产生一个高血压。那另外呢，就是长期的缺氧会使那个血管内皮有受损，这样的话呢，血管的弹性会下降。那如果弹性下降，自然那个收缩的功能也会下降，那同时这样会产生高血压。还有些病人呢，夜间频繁的觉醒，这样的话会使夜间这个血压有波动。本来在夜间睡觉的时候血压应该是比较低的，那有些病人在夜间的话，反倒这个血压会升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身体检测到这时候供氧量不够，本来应该在好好休息的这一段时间里，它反而比白天可能整个系统更累啊，更紧张。对，没错，是这样。那具体来说，比如说引发心脏病、心律失常，甚至中风，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就也是因为睡觉的过程中太累了，是吗？这个当然不是，劳累是一方面呢，劳累是对身体不好，但是其实呢 ，OSA 对心脏的还有中风这个影响呢，主要是也是通过一些机制的，比如说它反复的缺氧呢，它会引起全身缺氧，当然心肌也缺氧。那心肌缺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引发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些心脏上的疾病。另外还有我刚才谈到这个交感神经激活的话，那不光它会对血压产生一个影响，当然心率也会受到影响，那心率也会升高，那会产生一个心律失常。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夜间血压波动会导致这个血管内皮损伤，这样会提高一个中风的危险，因为中风也是在脑部的血管引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缺氧会引起这个肺动脉高压，那有肺动脉高压的话呢，会引起这个右心室和右心房的扩张，容易产生房颤呐、室性早搏这些情况。那时间久了呢，会从右心衰转化成全心衰，这样会导致一个全心的衰竭。因为这个房颤的患者 OSA 的几率发病比较高，那 OSA 疾病房颤的发病率也比较高，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治疗效果很差。那还有一种就是如果缺氧的状态可以促使这个血液产生一个高凝，那如果血液有高凝的话，就会增加这个脑中风啊、肺栓塞啊、心梗的这些危险。太危险了。对，没错。涂医生刚才已经谈到了，由于这个睡眠过程中呼吸受阻，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心脏、肾、脑神经，甚至会引发糖尿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再多追问一句，说还会引发肥胖方面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原理呢？那肥胖是因为那我们脂质代谢是需要氧气的，没有氧的话，那我们脂质代谢也会变得比较慢呐，或者比较紊乱，这样的话会产生血脂异常，这样会使那个病人有这个肥胖症的发生。明白。那么很多人第二天睡醒之后呢，觉得好像还没有那么解乏，有时候甚至睡醒之后觉得比前一天更累。可能多数人想到的是，哎呀，昨天是不是工作或者运动太累了哈，没有恢复过来，睡的时间是不是不够长？但是呢，大多数人都需要上班，强迫自己冲个热水澡，喝杯咖啡就上班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上了年纪会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他就会往这方面去联系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是好多人他不会想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关联。那么这个关联呢，就是怎么去寻找和诊断？就是您作为内科医生来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做这二者的关联？怎么进一步的检测和追查？
首先呢，如果这个病人一直存在一个白天的劳累，而且如果他或者家人反映夜晚有打呼噜的话，那我首先会想到这个可能会是与 OSA 有关系。那如果病人一直有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呀这一类的慢性病，或者是糖尿病，然后我们用药控制的也不好，那我们会去找会不会有这个其他原因是导致了这个病情比较重呢？那我们也会想到会不会和这个 OSA 有关系。那我们一旦在临床上觉得这一类的病人他是和这个 OSA 有关系的话，我们会做一些这个问卷的调查，就是通过一些对病人的问题来看看这个病人是不是对 OSA 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危险度。那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是那个 STOP-BAN 问卷，就是比如说问一下病人这个体重是多少啊，平时有没有打呼噜啊，白天有没有困啊，病人的颈围是多少啊，还有年龄，根据这些方面呢，我们进行一个评分，如果评分比较高的话，那我们会想说这个病人可能会患有 OSA， 所以会叫他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测。那现在临床上还有一个常用的那个问卷叫做那个 Epworth 嗜睡的量表，这个是根据病人白天各种情景下有没有嗜睡的一个表现进行一个评分，如果这个评分比较高的话，那也是我们需要病人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诊有没有 OSA 这样的。对，那您说的前面的这些检查都主要集中在问卷调查方面。那您刚才多次谈到，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对于身体各个部位的影响都是由于呼吸受阻，然后导致身体的血氧量下降。那有没有这方面的检查，就是会监测他睡眠期间他的血氧浓度，是不是也是一个指标？那当然了，那我们所说的究竟是如何去诊断这个 OSA 呢？我们临床上呢有一个金标准，就是我们叫做 Sleep Study， 就是 Polysomnography， 这个叫做多导睡眠监测。那这个呢是在一个睡眠中心进行的，那通过全面的评估一下病人的呼吸，还有那个睡眠结构，还有血氧程度，来去诊断这个病人究竟有没有 OSA 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有些病人他不愿意去这个睡眠中心去做这种检测，因为他说我去那边我紧张，我睡不好，那我都能诊断出来有疾病啦这样的，所以他们不喜欢。所以现在特别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是这种居家这个睡眠监测，就是病人会把这个仪器带回家去，然后呢他会监测这个病人睡觉打呼噜的情况、气流，还有胸腹运动的情况，还有这个血氧的程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个诊断的方法，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的。这个正是我想问的。您看前面说问卷呢，其实它主观的因素会比较多一些有时候这个虽然病人是那么回答的，我相信有很多医生都对于这个信任程度都是打折的，不太信。但是去睡眠中心呢又太麻烦。我突然想到呢，其实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手表，它是能够监测这个血氧浓度的，它也会给你睡觉的这一段时间给一个报告。它的可信度有多少？就是作为初诊，就是自己来看您之前，然后自我检查的这个准确度有多高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自我检查一个好方法。那如果说在夜间的来说，如果病人白天看到自己在夜间的血氧一直反复降低，尤其它低到92%以下，而且这种程度经常发生。另外，这个手表还可以监测一个呼吸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呼吸的线变成平直了，这一段时间可能病人没有呼吸了，那这个呢也是很说明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个诊断的标准，所以这一类的病人他还是要过来医生这边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是一个自我警示的一个标准哈。我有朋友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也跟我们讲，他晚上是必须睡觉的时候带上很笨重的呼吸辅助工具，有时候还拍照片给我们看反正我觉得我可能带那个东西是睡不着的。那么已经确诊的患者主要有哪些治疗方式？是不是这辈子他们就必须要这样睡觉了呢？你刚才讲的那个我们临床上叫 CPAP， 就是一个持续性正压通气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目前来说是治疗 OSA 的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它就是需要病人戴一个面罩，然后有一个机器，然后它会在病人呼吸的时候把这个呼吸道吹开，然后使病人能够呼吸到更多氧气这样呢是目前最好的也是首选的治疗。当然呢有些病人他不喜欢这个机器在上面，他觉得我戴这个机器之后我更睡不着了，那不能侧着睡是对的然后呢有些人又说我这个面罩放在我的脸上很痛我不舒服。那其实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其他的方法相对于这种 CPAP 来说都是属于2线或者3线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口腔矫正器，
它是会把那个病人的下颌往前移，这样呢会使那个呼吸道的那个部位后缩，会稍微缓解一下。那这样的话呢，病人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帮他们打开气道这样的。那还有呢，就是说最好的方法是要在病人在生活上要注意。首先，如果有肥胖的病人要注意减轻体重，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睡觉呢尽量采取一个侧卧的姿势，不要多采取仰卧的姿势，使这个气道塌陷更严重。还有呢，就是戒烟戒酒。我们说呢，在睡觉前饮酒，还有吃这个安眠药，会使这个气道的肌肉更加放松，可能会产生这个 OSA。所以说呢，戒烟戒酒也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调整。那最后，如果说上述的方法都没有什么效果，可以考虑这个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是最常见的，是用于这个病人有一些解剖上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先天性的那个鼻甲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舌后根肥大呀，这些病人，那手术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有些人呢有 OSA， 对其他的治疗方法都不适用的时候，那手术也是一个选择方法，它是切除一下这个上呼吸道肥厚的这个组织。对。您刚才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等于是含一个什么东西，一个装置在，对，口腔矫正器但是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嘴里有个东西能不能睡着？还有的朋友有磨牙的习惯，会不会睡一觉都给它嚼，给它咽下去了？它这个东西是根据你的口腔的形态来制定的，对，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它会根据你一个就是大小什么，根据你一个合适的位置进行一个调整，这样的。市场上做广告的还有一种什么鼻贴，贴在鼻子外面，那个管用吗？那个目前医疗上来讲呢，是没有说对这个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它究竟有没有用。但是如果说看一下病人他自己平时的反应了，如果说他觉得贴起来之后，他觉得对白天一个劳累的情况有很大的缓解，那可能说对他是有用的，也不失为一个辅助的方法。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它导致的后果非常的严重。您刚才谈到了，如果说前面那些治疗方法都不好用的话，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除了手术治疗之外，我们在外部的所谓保守性治疗，所有能想的办法对这个患者进行帮助的话，最好的程度下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慢性病相应都随之减缓或者改善呢？那首先呢，就是说怎么才是说我们治疗是有效的？首先这个病人睡眠的质量有所提高，夜间没有频繁的觉醒或者憋气这种情况，也没有频繁的起夜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他可能的治疗是有效的。另外还有家人的反应，如果说家人说这个病人打鼾比较少了，或者没有观察到这个病人晚上睡眠的时候有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也可能是有效的。还有呢，就是说白天的表现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病人白天呢，他会感觉以前很嗜睡很劳累，现在精神很好了，记忆力和注意力也都比以前好了，那这个也是治疗有效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另外呢，至于慢性病来说，当然了，那如果说这个慢性病是由这个 OSA 有一个辅助的情况在里面的话，那如果治疗的比较有效的话，对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脏病这些都会有一个提高，并且降低他们的这个猝死的风险和一些严重的风险。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但是它呢又非常的隐蔽。如果从提升公众的健康意识来说，您觉得总结来说有哪些原则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了肥胖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这方面呢？对，就是我们要注意，因为肥胖确实是这个 OSA 的一个最明显的诱因，所以说呢，我们要保持一个体重，保持良好的 BMI，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有相关方面疾病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去诊断，及时的跟医生提出自己的一个情况，这样做到一个早诊断、早治疗。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他自己在白天出现比较困倦的情况一定要小心，不能说觉得这个就是我晚上没睡好或者这个就是我应该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跟医生进行一个诊断。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多关注一下身边的家人，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打呼噜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也要带他们一起去就医，提高一下这个认识。好的，今天我们跟涂婉博士一起深入了解了
睡眠呼吸暂停。那么从打呼噜背后的病因，到它对于心脏、血压、大脑代谢等等这方面的影响，再到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听到之后呢，所有人都学到了很多。那么这种疾病的危害是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的。我们非常感谢涂婉博士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每一位朋友都有高质量的睡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